OK， 欢迎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 Chris and Yang Discover。这个星期呢，我们想聊的东西是比特币啦，Bitcoin。我想大家都知道，最近 Bitcoin 都是起涨够力啊。对，这从1月开始，Bitcoin 现在已经是破了新高，它已经，因为之前它最新的是它最高是64千，现在最高已经是破到去73千，不过最近它又跌回下来了。有买吗？没有，因为 Bitcoin 太贵了。但我有投资在0.001啊。我有投资在其他 coin， 因为怎样说呢？如果 Bitcoin 已经那么高了，如果你再去买它，它现在最多怎样也是翻倍吧？你只是把你的钱翻1倍吧。如果比起那样，我不好过去研究其他的 altcoin 啊，小一点的 coin 和 meme coin 啊，然后去学习，好好去投资。这样从那边我赚的倍数可能会比 Bitcoin 还来得更高，可能4-5倍。是啊，已经太迟了啊！下次等下一个 crash 我再买。这一次的， okay. 那大家都应该知道，比特币减半，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了。为什么这一个 Bitcoin 会创到新高？对，它其实这一次它主要创新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 Bitcoin halving 来着，所以会造成它的整个 supply， 然后 market 又开始对回 Bitcoin 有信心，所以全部人开始炒了，所以它的价钱就一下子起回很多。但是我很奇怪了，你怎么讲 market 对 Bitcoin 的这个信心又提高了？像最近又打仗啊，很多地方都是很动荡，为什么会起回来？OK，Bitcoin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吧？以我的看法来说的话，Bitcoin 你可以把它当做类似黄金的东西，现在就是一个 safe haven 那样子。safe haven， 有些人已经不，尤其是西方啊，美国那边西方国家，他们已经开始不相信银行了，所以他们宁愿把他们钱放进去 cryptocurrency 存起来，因为 cryptocurrency 跟银行最大差别是什么？你放钱在银行，你的钱就其实是属于银行的。如果银行倒闭，你的钱是拿不回来的。如果你放在 cryptocurrency， 你买 Bitcoin，let's say， 就是跟你的 email address 那些是一样的。所以它会不会不见还是什么？是看你记不记得你的 password， 你的 wallet 的那些 code。所以你的钱的保管是完全是在你自己的责任的。但是其实我对crypto 也不是很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我的女朋友被黑了3次，最近 MetaMask 被黑了3次。对，这个新闻我有听过啦。最近的 cryptocurrency 是有一点乱水吧。这一方面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一方面。老实讲，对于 currency，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不是一个很 professional， 还是很有经验的 trader， 还是最好是用回一些比较稳定的 platform， 好像 Binance、Bybit、Coinbase 这样子，你把你的钱放在里面，他们的是比较 secure。当然，如果你要买一些还没有 launch 的 coin 啊，你需要用到 MetaMask 那些。这样那些是有风险，那你需要自己衡量咯。它确实，它不是那种大的 wallet， 对，是MetaMask。可能最好的方式，我给的意见会是，不要在同一个 wallet 里面放全部下去，可能把你所有的东西分成4个 wallet 或者3个 wallet diversify。对，因为就算是银行也没有100%安全的，所以最好是把那些东西分散，就算有什么事发生也损失比较小。那这样子啊，那除了最近这个 Bitcoin 以外啦，还有什么东西其他 crypto 是在上着的？其实只要 Bitcoin 起，全部 crypto 都跟着起的，这是他们的一个 trend 来的。这样我懂，如果你说 Bitcoin 起的话 ，Ethereum 啊、Solana 这些会起，但其他的 altcoin 会不会也跟着起？有其他的 altcoin 也有开始起来，例如最近比较流行的是 AI coin。就是他们的有什么用途呢？对 ，OK， 它的 cryptocurrency 就有 participate 在制造 AI 的方面上面会有一定的帮助了。具体很虚啦，他这样子讲是有点很虚啊。对，他们是这样的解释啊，因为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毕竟我也是。如果你说这个 coin 是说是从OpenAI 那边他出的一个 coin 给你去用，这样子可能还有它的用途所在，有它的 utility。这样之前不是Sam Altman 不是有讲
他要做那个 world 什么 world coin real world assets， something like that 啦，他不是，就是他要索取你的 personal data， 然后对，帮你做成一个 world citizen something like that。对，I mean，我会说市场上面有用的 coin 可能才有38这样啊，最好是觉得怎样30都夸大了，可能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啊，details 我不敢讲啊，OK，but 以我个人意见来讲，你要去买那个 coin 之前，最好去 Coin Market Caps 啊，还是 CoinGecko 啊，去了解一下他们的 coin 是拿来做什么，然后你有信心才投资。其实是就跟投资股票、投资公司一样，就好像 Apple， 你了解到它是做什么，你对它有信心，你才会去买，你相信它以后会起啊。那这样除了你觉得这 crypto 它一直在上的原因啦？像你讲的，就是很多人开始他不相信美国的这银行，所以就把他们的美金去转去 Bitcoin， 或者是去 Gold，OK， 最近也是很流行的 Gold。那么你觉得啦，整个 crypto 它这个圈在起的原因，还有什么东西导致它会起的呢？如果你以我的看法来讲，我觉得是。就以色列跟美国打仗会不会有影响到？你觉得？会有一定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如果是讲真正的打仗，最主要还是会对 Gold 啊、油方面啊，才会有更大天影响。然资源，对天然资源才会目前还是比较有大影响。Bitcoin 算是过后有多余的钱，他们才。因为对我来说，虽然我不是一个 economist 但是我觉得美国要开始打仗的话，那么我觉得它的这一个美金的这一个 value 会提高，因为它会去生产更多的这些武器啊，会去进口更多的这些原料，去支撑它的这一个 war machinery。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可是我们都知道，美国这4年来，它所印刷的钱是对，也对，是有史以来。它这样多年来的不懂多少倍？是的，他 COVID 的时候 print 的这个钱已经多过他不懂钱。对，前20、30年来的，对，所以其实如果他们好像前几天拜登讲他们可能会 support in Israel 的 war， 如果他们真的是有打算进去里面 support 的话，他们会需要军装这些东西嘛？如果以我知道的话啦。政府会再次 print 钱然后有了 supply 有了钱，他们才可以去买那些他们的军火，然后才可以participate进去那个战争。可是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他 print 钱的话，就代表美金反而会跌。然后还有最近的 inflation rate 也是开始降低了，所以有谣言说可能政府不会去降息了，美国政府。所以它不会降息，还是它之后会再降息？可能不会降息，可能虽然说它的通膨率有下降，但是而且加上如果它去印刷更多钱的话，是更不会降息的，可能降息的可能性会更低了的。OK， 那我们说一下 Web3 啦，因为我最近因为我对 Web3 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我去 online check 相关的资料啦 for the podcast， 到最后啦，我对 Web3 这个东西还是很虚，我对它的了解还是不是非常的强。那 Web3 简单来说，可以你会形容它是什么东西？如果以正常人、普通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会说 Web3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一个更 advanced 的 Internet。那我能不能说现在就是 Web2， 还是现在就是 Web3？ 现在就是 Web2。我们从Internet 真正出来的时候，就是差不多04年、05年的时候 ，OK， 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处于在 Web2 的阶段。Web3 是最近才开始的。那 Web2 跟 Web3 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Web3 最主要是它的 decentralized， 就你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讲不需要一个中间人了，可以说，你可以，好像我跟你之间的交易还是什么，我们可能不需要通过中间方，可以直接
直接连通在一起。可是里面的具体要怎样，就好像我要那个结构其实还是不大 transfer 钱去你的银行户口，但是我们就不用银行了啦，对我们就直接就 directly transfer。对，所以 Web3 跟 cryptocurrency 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如果 cryptocurrency，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Bitcoin 已经有 ETF 了，有 ETF 就等于政府是认证了了，然后既然有了 ETF， 但你能不能讲这 ETF 是什么？ ETF 简单来讲就是exchange traded fund 是吗？英文对，就是你把你的钱然后拿去给，就好像我们知道的 S&P 500啊，我们知道的 Nasdaq 这些这样，你就把那个钱给银行，然后银行就会帮你 separate 你的那个钱去 ETF 里面，这样子你亏损的时候你不会这样，不会因为一个 cryptocurrency 而影响到你整个资金一起被影响。就好像他帮你去 diversify， 可能我给你100块，然后银行会帮我放 20% 在 Bitcoin，20% 在 Ethereum，20% on Solana 这样子。对，但目前为止是 Bitcoin 有 ETF 啊。OK， 所以那为什么我要用银行去买 ETF， 不如我直接买 Bitcoin？就很多人还没有真正去了解 cryptocurrency 是什么，有些人信不信也是， 可能他连 wallet 都没有啊。我会说现在的人还是处于相信银行多过相信 cryptocurrency 的阶段。那确实是我自己也是相信银行多过 Bitcoin。可是我们有看过这几年，包括那个 COVID 的时候，有多少间银行倒闭了？美国啦很多，美国很多，所以银行已经不像是以前想象中的那么安全了。但是至少银行的话，你还有一个 insurance， 可能政府说 OK， 我担保你，如果你亏了100万，你还是可以拿回这100万。可是当然如果你亏了几千万的话，你也最多也是只能拿100万罢了。对，还有一个 insurance 在那边，但是 Bitcoin 你没有就没有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要hack 了就没有了。如果那个银行倒闭，就 for example 银行拿着，就讲我们马来西亚拿着我们全马，我也是讲大概一个数目，他拿着我们全马的人民的1 billion 马币，然后他倒闭，他1 billion不见到完，然后谁来承担？政府是吗？对，政府要怎样承担？政府有那么多钱没有？所以要怎样？他 print 钱，他 print 钱就代表马币又在跌，所以到头来，就算你拿回你的钱还是贬值啊。所以理论上来讲，你还是在亏钱的。那我们回到来Web 3.0 这边啦。那 Web 3.0你讲它跟 2.0 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中间人嘛没有掉了。对。那么Web 3.0它能不能对我们的隐私 privacy 上面有任何的这个 improvement 呢？那个是当然的。所以怎样讲呢？好像我们现在的 email 啊，还是 cryptocurrency 的 wallet， 还是其他，就算是我们的 game， 还有或者我们的 Mac， 我们都会有一个 backup code 来保护我们的嘛。所以 basically 那一个东西就算是你可以讲你在 Web3 里面的一个身份证了。那个东西会是来保护着你的 privacy， 有什么事你可以用那个来 access 回你的资料。但是你讲的这个隐私，就是我 bank 也是可以有同样的东西啊，我也是有 2-factor authentication 啊，然后银行也不会随便把我资料拿，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随便卖出去吧？这个我就不方便讲啊。不过最近是有看到 Facebook 有些人在 post 上，他们的银行会无端少钱还是什么，哇，具体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没有经历过。OK。那你觉得 3.0 Web 3.0它对现在我们现在这个 2.0 来讲呢，它可以帮我们怎样颠覆整个这个传统行业呢？可能好像因为虽然 2.0 我听起来是一个 is the next big step，but 它具体它真的能颠覆什么东西呢？ OK， 可能我们拿 NFT 来说一个例子。NFT 的买卖是怎样形成的？就是他们 create 了那个图画，是不是？然后他们怎样卖？就是通过买卖，通过 auction 嘛，是不是？然后过 auction 了过后，那个
赢的那个人 ，bid 到赢的那个人，他们是直接跟那个 owner 来 contact 来做交易 ，cryptocurrency 上面的交易，他才拿到他的 NFT 嘛。所以以后如果 Web3 形成了，然后它 mature 了，我们的形式全部都会变成这样。所以你可能 OK，let's say 我要买个电话，OK，在 Web 3.0的时代里面，我会怎么样去买这个电话？电话毕竟还是 physical 的东西，可能你们要见面面交，可是你们 transfer 钱的时候，你们就 cryptocurrency transfer 去 cryptocurrency。OK， 如果讲 virtual 的东西呢，有什么 example？virtual 的东西就 NFT，cryptocurrency，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 software 之类的，就好像你买 OK， 我买游戏啦。OK，如买游戏果讲买 game， 这样我这个 game 我讲它的这个 process 是怎么样？如果我在 Steam 我买 game，如果你还是在跟 Steam 买的话，当然是你的付款。如果我在 Steam 买就不叫做 3.0 了是吗？因为有一个 platform 在那边，就它也算是一个中间人啊。可以这样讲。还是我就从那个 software developer 那边买那个 game， 我直接给他currency cryptocurrency。我一说 Web3 出来了过后，可能会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啊，会有 pirating 啊，刚开始的时候会有 pirating， 然后会可能有些人开始在好像黑市这样，你就不是通过 Steam 那些买 game 啊，你可能通过一些人买 game 会比较便宜还是什么，开始会有这种东西啊，在它稳定之前啊，因为 virtual 的东西是一个。我一说是一个双面的东西啊，它可以是很方便，然后可以让你省 cost， 然后你不用给什么束缚，可是同一个时间它也比较容易给人家 access， 因为如果你遇到 professional hacker 的话，他们还是有办法去 access 到 internet 的东西啊，因为毕竟是他们专长。那你觉得对我们来说了，我们现在 2.0， 我们要去突破 3.0， 现在最大的这个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我也是觉得是在安全方面的，因为现在我们 website 2.0， 我们已经很多 scam 了，已经很不安全，被 scam 被 hack， 所以要人家相信 3.0 啊，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security， 它的安全。但是我觉得是有点难啦，需要时间，不会是这样快啦，不会这样快，至少5到10年才会开始看到比较稳定的。Web 3.0，OK， 那 Web 3我也觉得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了啦。OK， 那么我们来聊一下最近很 hot 的，我在 online 哪里看新闻都看到这个东西，就是 BYD 跟 Tesla。OK， 就是讲最近 BYD 他们就是卖得很火了，然后 Tesla 已经是全世界第2售卖电子汽车的这个公司了。你怎么看？你觉得 BYD 能 keep on this pace 吗？以我对中国以往的成绩来看啊，加上这一次 BYD 的销售量在 UAE 上面，在 Dubai、沙特阿拉伯那边算是差不多统治了那边的EV 市场。他们很快就会，应该是说不是很快，现在已经算是已经爬着 Tesla 头上了。那你觉得为什么 BYD 会卖得比 Tesla 好？Tesla 都有，它都已经是 established for 这样多年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 Tesla 这样多年来，它都是给大众的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的进步啊，就好像 Model X、Model Y、Model 3好像跟前几年都一样，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Tesla 跟 BYD 他们发展去其他国家的速度快过 Tesla 很多。就是啊，因为 BYD 它是有中国政府去资助它，有 subsidize 它的。对，好像就是讲我们 Malaysia 来做 example， 在 Tesla 大家都懂 Tesla 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差不多1-2年过后 Tesla 才真正进来。对。可是，在 Tesla 进来之前 ，BYD 已经进来了，所以比较像是有一种感觉，像是，哎呦 ，BYD 已经进来了，我们 Tesla 再不进去就死了。而且在我们 BYD 进来了Malaysia过后，然后它销售量达到新高了过后 ，Tesla 进来了过后，他们发现到他们在 Malaysia 很难卖了过后，他们才真正把他们价钱降低，去接近 BYD
价钱。那时候我听是说20万马币哈，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没有，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你全部要 import，所以那个时候还 Tesla Model 3。对，那个时候还是在400多千、700多千。哦，那个时候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啊，刚开始的时候啊，然后过后他进来了过后，对，然后他就把它价钱降到去200千了，然后才开始。现在又在降啊。我就不懂了，因为我还没有。因为我看最近 BYD 他们修马来西亚出了没有？修马来西亚好像是有了，but 我懂阿多，我看到很多辆啦。对对，修的 performance 是不错。那你对电子车，你觉得你未来你会买一个电子车？跑不掉了，跑不掉。虽然其实是电子车也没有我觉得它最主打的我不知道啊，到底买电子车会不会真的是便宜过打油？其实不会，而且吃的时间很多。对，而且你打油时间又非常的久哎，然后你还没有算 maintenance， 因为电子车它的轮我听说是比较贵了，比较不一样一点的。这个我就不懂啊，我还没有进研究。把以 battery 方面来讲是 battery 坏掉了，这个才贵。battery 坏掉很贵，然后你每一次 charge 电又要 charge 45分钟，还是半个小时，你才可以跑我一个。Civic Hybrid 的 battery 坏了，都要给7、8千块等利，好像都不止啊，忘记了。你们这个福利 electric 的车不便宜，每天都在用那个电，不便宜，坏了怎么办？不便宜，我跟你说，只能讲 EV 卡现在还算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它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尤其是在充电方面，所以是可以看啊。我暂时是不会买 EV 先啊，我反而会倾向 hybrid 方面的，but EV 是跑不掉的，跑不掉，因为它的趋势它的 marketing。那你觉得 BYD 啦，它会赢 Tesla 是在哪一点的？什么东西你觉得它是稳赢 Tesla 根本不用比。价钱，我觉得 Tesla 很难跟 BYD 玩。如果是价钱 ，BYD 最便宜多少 ？BYD 最便宜100，好像是 Atto 3嘛，最便宜好像是。我上一次看好像是它最高 spec 好像也是100千出罢了。100千出。Tesla 打底都要200千啊。对，Tesla 打200千，而且听讲是很麻烦的它的 warranty 你要 claim。这边你又不能自己修啊，你一定要先去原厂修。所以看啊，走一步看一步。而且最近小米也就是刚刚加入 EV 卡的什么嘛，看起来是不错，而且 performance 还有 spec sheet 啊，史上来看的话它是正式开卖了没有？正式开卖了，中国那边第一天24小时以内就已经有达到了90千的，差不多90千的 pre-order， 已经是爆单了。我跟你说，因为它 spec 方面是很吸引人，很诱人。就举其中一个点来讲，就是如果它打负啊，它 charge 满电，它可以走1200 km， 就是差不多 Tesla 的双倍。那么你觉得BYD 他们会进军美国吗？因为我之前看新闻是说，美国他们那边 Tesla 他们的 production 已经是 max cap 了，然后他们的 pre-order 已经是远远超过他们的生产的车了，所以你可能要等2年才能拿到你的车。你觉得 BYD 会不会这样子杀进去？这个比较像是美国政府允不允许了啊？也你看我们看回华为的 example 就懂了。对，而且 Europe 他们也是开始在讲这要不要 ban 掉 BYD 了。而且最近还有，美国也有讲，对于中国的那个 drone DJI，可能会实行一些限制啊。所以美国现在好像是对 import 的话有25% 的 tariff 是吗？差不多是这样。还是很多人会选择会去进军美国那吧。美国以我来讲，不想赚美金。是啊，以我来讲，最大的威胁是中国了。目前还是，如果在汽车方面还有电子方面的东西，中国会是美国最大的 competitor。那你觉得 BYD 他们会不会上市？上市应该是会上市的，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大家懂，中国公司很多都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嘛。那它会不会它上市的话，
你觉得它跟它会不会超越 Tesla 的那个市值，整个 market cap？有这个可能性啊。如果以它现在的那个趋势来讲，因为它最近是真的是，它已经是 World No.1对对对。EV manufacturer。我一说，如果它要在 international market 啊，在它的股票上面有一定的成就的话，个人觉得啊，如果只是单单靠中国，应该是不能啊，因为中国的一些限制，我们都知道，可能需要第三方的介入啊，例如看一些沙特阿拉伯 UAE 那边的会不会有？而且我觉得 Tesla 为什么它的整个 market cap 会那么高，其实跟它的车没有什么关系，它车的 model 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因为它有full self driving FSD。OK， 虽然是说还在 in beta 啦。他们一直在 test 这个 full self driving， 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功。还有就是Tesla 有很多 high tech 的东西嘛，就是给人家看到哦 ，Tesla 是一个在未来10-20年里面会有不断的有这个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的一个公司。但是 BYD 的话，他们就是做车罢了咯，你没有给我看到其他东西。所以我觉得 Tesla in the future 还是比较 valuable 的啦。这个是要看哦，我也不敢确定吧。如果以你这样讲的话，当然是 general 来讲，是什么都做的人一定会赚多过只是做一个人。我们看。But Tesla 我觉得啦，其实只是Elon Musk 的一个 plan， 把他的钱放进 SpaceX 里面，然后跑去火星度。他 SpaceX 是赚很多啊。我觉得 Tesla 就是他的一个 plan B hobby 啊。对，他真正还是要他的 SpaceX 去火星。哦，对，之前我看到说为什么 BYD 卖这样好，是因为它的那个 Leaf battery 啊，你知道吗？就是它的 battery 是它的manufacturing 还有它的 structuring， 它是做成像 Leaf 这样子的，所以它的 range 比较远，然后也会比较少问题这样子，你有听过吗？我还没有真正去研究 EV 卡，老实说，我可以给的意见全部是在 market side 的东西啦。OK， 其实我对这个 technology 也是看过罢了啦，我也不懂是什么东西。等我真的买1-2个时候再跟你分享。OK， 刚才讲到 crypto， 忘记讲一个东西，就是那个 FTX 的老板，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FTX 就有涉及在一些诈骗的东西方面，所以最近就终于是进监牢了啦。然后之前还也是在监牢不是吗？没有，之前他们有被判定吧？对，还在审判的期间，现在是终于判了，而且是一判就判20年。没有，25年。25年。是 Bankman Fried 被判25年。OK，I mean。你做坏事，你要付出代价，这是很正常的。而且老实说 ，FTX 上一次，他真的是害到很多人啊，他是直接就倒掉了 FTX， 失去家产啊。有些人是之前最大的是吗？还是其中一个最大？最大是谁 ？Binance。其中一个最大啦，最大的那个时候三巨头啊，应该是 FTX、Binance 还有 Coinbase。而且我讲到 SBF 被抓，好像之前谁啊 ？Binance 老板叫什么？靠在叫 CZ 啊，也是被抓哈。那有涉及一些啦。I mean cryptocurrency 的东西。对啊，你叫我怎样信 crypto？ I mean， 对啊，这个还是你说政府就是要搞针对我，就是要把这些所有 crypto 的人抓完起来。我不排除，因为最近 Coinbase 也是有遇到类似的东西，他们有中到 SEC 的那个审查，目前还在审判中啊，还不懂那个结论啊，所以对那个 cryptocurrency 的价钱也是有一定影响。我觉得要看哪，这也比较黑暗。会不会担心呢？你身为你玩 crypto 的嘛？我玩。你对这些美国政府的这个举动，你会不会觉得很 risky 啊？我觉得不该放那么多钱在crypto 里面。我个人是没有放完180钱，是因为
好像你讲的这样啊，因为美国人就喜欢做东西，我就比较担心，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没有用 Coinbase， 我是用 Bybit 的，因为 Bybit 是base 在 UAE 的，Dubai Saudi Arabia 那边的，所以我就比较相信啊。为什么比较相信？就很简单，他们很有钱，他们不需要去做这些东西，所以我比较相信他们的，我是可以说。就是你讲它是 base 在Bybit 是 base 在 UAE 吗？Coinbase 还有你讲的 Binance， 他们是 base 在哪里？Binance 本来是 China， 现在是我没有错是 base 在没有 base 在日本，然后 Coinbase 还是美国的，还是 base 在美国，所以我才不敢用 Coinbase。你有懂有什么 exchange 它是在新加坡的吗？ Jupiter？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呐。如果我们这样看，新加坡一直以来就是比较 free market 的一个 country， 它也不会特意去设置。会特意去限制你 crypto 能做什么东西这样子。如果你要讲新加坡，我知道的是最近是有一个叫 Jupiter Exchange 啦，稳不稳、信不信任，这个是新的啦，不是旧的。是新的，才几个月前吧。这信不信得过，这个是看个人啊，我就不去给这种 comment。如果 Malaysia， 现在我要投资一些 crypto， 我用什么 platform 最安全 ？OK， 我就以我自己啊，我是用 Bybit 是 for 大的 coin，main coin 啦。main coin。比较 general， 大家有看到的 Dogecoin 啊、Shiba Inu、Bitcoin、Ethereum、Solana 这些啦。OK， 我是用 Bybit。如果你讲 meme coin、altcoins 这些，我是用在 Maxi，OK，MEXC， 那个是我觉得比较信得过，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跟的几个 trader， 还有几个 community， 他们都是在用这2个 platform， 所以我就比较信得过了。OK。But 最后还是要 diversify 啦，没有180的。讲到 diversify， 刚才我们也是有聊到黄金嘛，黄金最近也是上了很多力嘛，所以跟 crypto 一样也是一直在上啊。黄金老实讲，我自己的话我已经不大清楚了，因为它已经很奇怪了，很难去 market sentiment 已经是乱了。因为它这一次 reach all time high， 它是在这1个月1个星期以内。这1个星期以内，它已经从2100飞到去2300了。具体原因，但是你现在 crypto 2100去2300是很正常的东西。是啦，可能下1个小时它就不对啦。可是黄金比较 steady 一点。你要讲 steady 比较稳一点的，算是比较稳啊。而且它这一次起很多原因啊。第一，全世界都还在打仗，OK。然后还有很多原因是，例如 economy 上面的经济上面还是很不稳定，还有很多国家的经济还是很不稳定。老实说，那你觉得美国和中国他们有没有一直在囤黄金？是一定有的，这样。所以造成整个 market 也是一直在上，有这个他们一直在买，加上不要讲打仗啊，我们讲中国、美国还有 Russian 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很僵硬，所以大家都会打算去买一些黄金来存。是啊，反正我买不到你美金，我也买不到美金，还不如买黄金哦。对，所以它很多原因啊，不能只是说只是因为打仗还是什么。我会说还有一个现象是，有一些比较普通的，普通的人民，他们就开始有些会把一些投资黄金的钱放进 cryptocurrency， 因为是一个机会啦。看那你要 safety。如果我买黄金哦，我能不能买？就是你想2100是 per 什么 per ounce per？2100我没有错是 per 100 per pound，I don't know。per 100 gram 好像是。2100 per 100 gram？ 等下给我 double check。哪有可能？等下给我 double check， 不好意思，来给我 double check 一下啊。ounce 吧，我觉得可能。是 OZ 吗？如果好像是 per per ounce。per ounce。OZ per ounce， 1 ounce 等于多少？1 ounce 啊？多少 gram？ 1 ounce equal to 28.35 gram。
29 gram 我们会算。这样所以我们买金的时候就是 per ounce，如果2300，我是不是我就只能买2300，还是我可以买更低的一个价钱？你就好像股票嘛，好，一粒股200块，我买一粒股就300块咯。但是这个 ounce 我是不是也是买一个 ounce？我玩黄金应该是玩 futures， 就是所以的话我是我没有买一个 ounce， 因为不敢下降多了 ，OK， 所以我是玩0.1罢了，所以就0.1个 ounce。 futures 就是简单来讲，是所谓的 derivative。 yes。这样子 future 我怎么玩？怎么投资？其实就是你通过对那个 graph 的研究，然后你对市场的了解，还有 fundamentals， 还有 technical analysis 2个融合起来，然后你来判断那一个价钱，它过后会起到什么价钱，还是会跌到什么价钱来做判断呢？如果你卖它，然后它往下跌，这样你就赚了。可是如果它反方向，你就亏钱了，就这样子。哇，你这个2700到2300是1天之内的起跳是吧？1个星期以内啊，1个星期以内。网够力哦。是。哎呦。因为以前的话，美金如果跌，黄金会起；黄金跌，美金会起。对。可是现在美金起，黄金也跟着起，反而起更多，所以 all time high 啊，你知道，可能我自己也我觉得战争这个东西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啦。当然，每个人觉得美国可能又要，因为又有一个 big war coming。对，因为当整个世界都不稳定啊，什么东西都信不过，实话，人就会去买，对，买黄金、买银、买 gold。对。OK， 其实 crypto 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好讲啊，但是我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之前Apple 不是出了 Vision Pro 之前我没有讲过。我个人还是没有选择去买一家来试，就是可以买吗 ？Malaysia 有卖吗？有import 啊也是。有 open for sale 吗 ？iPhone 没有，好像 Switch 啊 Machine 这些。Machine 那些没有买，还也是要 import 的party的。有看到有人有用吗？还是有 influencer 啊？有谁已经开始有用？没有，我已经没有看 social media 一段时间了。那种 entertainment 我很少看到。但据我所知，Malaysia 比较少人用啊，而且一粒要20千。20千，马币，4000块美金。4000块美金。我目前为止还是找不到它的用途啊，所以因为目前为止它是我看 online 我看对啊，我是看那些美国的 influencer 他们去用，我还是觉得很 bulky， 我还是找不到一个 practicality。Why do we need to use that？ 对我来讲，还是普通的 VR， 目前为止还是有一定还比较好用一些，因为你还可以玩 game， 你还可以看 social media， 你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I mean Vision Pro 也是可以，可是 Vision Pro 因为它没有 controller， 没有什么，所以它限制在你只可以。就是对我来讲呢，它最大的吸引的地方就是有 privacy 哦。那些我在飞机，我在火车，我这样待着，没有人看到我在做什么。I mean 普通的 VR 也可以啊，你 Quest 3、Quest 2、Pico 4也是可以做啊，而且是它的价钱的10倍、20倍啊，不是 ，sorry， 18千、28千这样，好像 Quest Pico 4在马来西亚才卖1800马币。但是 Pico 4我能不能做一些 word processing 的东西？就是有 Windows 在里面的，然后我可以用 Excel file， 我可以。它有一个 app 是叫做我觉得 Desktop， 是可以让你 connect 去你的电脑，然后如果我在飞机呢，我那也能 connect 去我电脑？不能啊，目前为止是不能的。But 所以说，你看我在我的这个Vision Pro 里面，我已经有 iOS 啊，而不是 iOS Team， 它是 Mac， 是吧？Mac Mac OS 对，直接就可以在里面做 word processing， 做 editing。可是你要怎样打字？你打字它是这样啊，还是很奇怪哦。这样倒不如我就拿 laptop 做，不是更快？没办法，你在飞机嘛，你要 privacy 嘛。是啦，如果你硬讲，它是有这个好处啦。20千否则。如果我一边做工，我一边看 A 片呢？可是你拿20千为了这个function就
我不懂啊，而且对他的声音还是 speaker 这样的，所以它不是带进去的。不是担心，所以人家还是会听到。I mean， 美国那边有38%的 user 已经 return 了，因为他们找不到它真正的用途，所以你自己是啊，Meta Quest 也出了那么久，而且它卖的也不是说很好，对吧？它卖了多少年了？我会说，如果是 for gaming 还是什么 Quest 的啊销售量还是会比对， Vision Pro 高啦，而且它 return 的那个8000率也没有这样高，这个38%是真的有点夸张，就想象10个人里面多少%return 呢？ 38%的 user 已经把他们 Vision Pro return 回去了，在美国最主要原因是为什么他们要退回去？没有用途，他们不懂要拿来做什么。你就只可以看这，然后点打一下字，可是你讲打字是啊，玩 game 我又没有 controller， 又不舒服哦。你看你好像这还有一个 cable 带这边就没意义了哦，我就好是要带像吊着一个血包还是尿包这样，就不 convenient 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他的 final product， 我会看他可能第除非他二、第三代做的更小个了。我会看他第2、第3代过后的变化才来决定要不要。它 50% 更小。以现在来讲，我是暂时是不会去动 Vision Pro 的。我自己也是用这 Pico 4来做一些。对了，我觉得它是做到太过复杂，它应该做一个比较亲民一点的，就把它那些 sensor 全部拿掉 ，OK？ 看，因为我懂它是可以看外面的嘛，把那些我都去掉，全部那些没有那些太过高端，但是没有任何 practical use 的东西全部拿掉，然后价钱再降一下，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人买的。他们要往这方面走会比较好啦，就好像 Meta 他们也是有出2个 version 的嘛，对吧？一个比较 premium 一点的，一个 Quest Pro， 一个 Quest 3，对。价钱相差多少Quest 3是差不多马币来讲是2500左右，Quest Pro 是差不多8000块。哦，差那么远。还是那它的差别是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 jump？ 他那个时候 marketing 他的 Quest Pro 是可以拿来 for designer 用啊，你可以画画。刚讲到切回去那一个都背。就是为什么 Quest 3和 Quest Pro 价钱差那么远？从那边开始哦。可以算了可以算。OK， 为什么 Quest 3跟 Quest Pro 的价钱相差这样远呢？就是因为 Quest Pro 他们那个时候是 market， 是它可以拿来 for designer use， 因为那个时候它的 AR function， 它 camera set 在外面的 quality 比较好，所以它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拿到 controller 来画画还是什么这样啊。会说他那个时候 Meta 是打算把 Quest Pro、Quest 这个 series 它的 Pro version 打进去Office use 就industry use。你有看过哪一个 Office 是真的是有 Meta Pro 的没？我看美国也没有吧。据我所知，我目前是没有看过。我觉得老板还是希望你就是坐在他面前这样子，直接跟他聊。所以最后还是一个 fail product， 没有讲 fail product， 把它当做一个 gimmick 这样 Pro 跟 Quest， 你是讲 OK， 我 market Pro 去Office use but 它 function wise 有什么东西不一样的？差不多，类似，差不多。只是是不是一个人看去外面，一个看不到里面？没有 Quest 3也是可以，只是没有这样仔细。然后 Quest Pro 的话，它会说，它整个好像刚才 controller 也比较 ergonomic 戴下去也比较舒服，可以戴比较久类似 physical 上面的 changes OK， 那我觉得我们也聊很久了，今天40分钟以上了，是时候 stop 了。So VR 也是还有很大的进步啊。目前为止是拿来，你现在还有用 VR 吗？我还是有用来玩 game， 目前为止是 for entertainment use 的啦。如果你要 get into 什么的话，要再看可能多一个5年，我们就真正踏入进去 Web 3.0，然后真正踏进去，好像我们看戏里面的那种。你讲 Web 3这个东西，我们从 COVID 之前就听到了，到现在都还是怎样讲，还是无法从第2过渡到Web 3。对，就好像我讲的这样的 security 方面要改只要那边可以，除非 security 有一个 breakthrough 啦。对，只要那边可以 breakthrough 的话，
我相信他那个会是他第一步真正普通人可开始用 Web3。如果我要任何人他要 access 我的wallet 啊，还是exchange 啊，一定要用 bio identification， 可能这样子。can go with that，或者 link 过去你的 IC 啊，这样。但是这个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我 online，我用我的 bio identification， 那么会不会有人可以偷到我的这些资料？所以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到最后责任都是在自己身上，这就是 Web3 的一个好处也是坏处了。只可以说接下来5年我们看 Web3，然后 EV 卡还有 VR 卡我们讲进步，然后当然投资，刚刚我们谈到一些投资还是要小心啊，你要 diversify， 不要全部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OK， 然后不要骗钱，OK 了，然后就这样了。OK， 就这样子了，拜拜各位，这期就这样了，拜拜。我觉得不用这样了，我们就讲，就最后的就是这些，好像刚刚你这样讲完了，然后我们来一个 conclusion， 然后今天就讲到这样，感觉这里管了不用太多 button， 然后就下个星期再回来 something like that， 或者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谢谢各位大家，谢谢大家，没有就直接这样子。今天就讲到这样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样了。谢谢大家时间。如果希望没有需要谢谢大家没，可是因为你开头都是这开头啊，这样你结尾都不用跟人家讲。结尾没有啊，因为我讲，我希望大家都多多 subscribe、like 和 share 我们的 video。如果喜欢的话，下一期再来看我们的 video。OK， 这样来多一次啊，卡这个3秒。OK， 所以这样我们今天就谈到这样了。OK， 就这样了。谢谢大家今天聆听我们的时间。虽然说我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啦，我们就是当朋友就只讲啦，希望大家有学到一些东西咯。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对啦，其实就是提高大家对这些时事的 awareness 啊。其实我们大家也是，你是谁，我是谁，对吗？我们都在互相学习啦。对啊，我只是把我知道一些东西分享给大家了。对啊，就这样谢谢大家。那么有时间的话，大家就多来subscribe。可能来可以 join 一下我们的 podcast， 跟我们聊一下天。可能我们过后会有 live 的 function 呢。可能有 guest 呢。我们可能会有新的 guest。subscribe、like and share 啦。thank you。就这样。